当时在现场很努力抢救的护理人员，最后被列为被告。被告的原因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打119报案，就算我在火点烧起来的一瞬间，我就马上打电话好了。那消防队到达现场时，现场早就已经有致死环境，所以这跟我一开始有没有打119有任何关联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更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那今天开始来跟大家谈谈报119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我必须要注意的3个初级的原则。那其实之前我们有一集在讲到说，为什么你报119的时候，勤务中心的人要问你那么多问题？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，请你移动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再打119，因为这个是在保你的安全那有些人会想着说，我今天看着火点，我一边看火，我一边跟他描述情况，是不是讲得比较清楚？是在看火花哟。到时候你就会看到说，奇怪，这个火怎么烧的速度好像有点超乎我的预料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紧张。接着呢，你只会语无伦次了。甚至我看过一个国外的资料，请你离开了这整个建筑物之后，你再打报案电话。2018年的时候，台北医院的火灾，后来有很多人员的伤亡。当时在现场很努力抢救的护理人员，最后被列为被告。当时呢，他们被提起被告的原因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打119报案。我们依照这个刚才讲的原则来讲，我认为这个理由呢，根本就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本来我在现场发现状况的人，他就还是跟起火点在一起，他就还是处于在有危险的状态，而你要求他这个时候去打119，不合理嘛。而且上次我们其实很久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了，在台湾平均打119之后，消防队到达现场时间是6分半，但是火灾发生时短则3分半就会产生危险状况。就算我在火点烧起来的一瞬间，我就马上打电话好了。那消防队到达现场时，现场早就已经有致死环境，所以这跟我一开始有没有打119有任何关联吗？那第二个重要原则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一问一答。我们消防队那边的勤务中心会有人受过训练，今天遇到什么状况，我必须要问哪些事情，有哪些内容是我必须一定要问到的资讯。所以那边的派遣人员他其实是会引导会问的。没错，当你今天一紧张你忘了该讲什么了，其实没有关系，你就听他问什么问题，然后你回答什么问题就好。一问一答听起来好像很简单。在消防队，我们自己会知道哪些讯息才是重要的。就像上次我们提到，为什么消防队会问这些问题？其中一项误会就是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，照着自己的想法在讲，就变成答非所问了。我觉得我可以理解，你嘴巴问的这个问题，可是心里就还在想说我要怎么办，所以可能讲出来的常常会是心里在想的内容，可是人家问的就不是这个。会先问哪些问题？那都是因为这些问题在救灾或者是救护上面，它才是现阶段最关键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会先问它。而不是你自己想着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因此才会说，你其实真的冷静，你仔细听清楚对方问你什么问题，你照着他的问题回答你的答案，这样子是最不容易出错的情况。最后一个呢，你打119过去之后，请让对方，也就是勤务中心的人员自行决定要不要挂断电话，不要自己先挂。你像这样子直接把电话挂掉，回拨你又打死又没有接，那我们真的就是会变成是我们只能现场去大海捞针，马上挂断电话，回拨又不接，我们也会怀疑这是不是谎报恶作剧。他们把重要的讯息问完了，他自己会挂断电话。包含你今天是受困在火场里面，他会依据现场你描述的状况去判断，好，你这个通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进行。因为你今天这个跟他一起持续通话，当然就占了一条线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再重新复习一遍。首先第一个呢，请你到安全的地方再报案。那第二个，一问一答，保持冷静，他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让对方先挂断电话。所以呢，我想呢，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报案的初阶重要原则。希望呢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集或者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
你曾经打过119报案吗？欢迎底下留言。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就有人报119，然后说啊，我在那个火车站这边看到有人昏倒哦，好，然后啪，电话就挂掉了。他以为那个是服务铃，是不是？我要柠檬汁一杯，然后就挂了。火车站呢？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火车站里面？这个都还不确定耶。我说不定我是在火车站外面，还是其实我是大老远我看到有火车站。好，这个火车站里面哪一个月台？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：“我说那这个案子后来实际上找到人在哪里？”他说在火车站呢，斜对角的 7-Eleven 里面。夸张欸。